这一次呢，我们要住的地方，你们会蛮期待的，因为呢，我们要做海上人家。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五条港，要去五条港呢，我们就要来到前面的这个巴生港，然后我们就要坐半个小时的船呢，才能到那个五条港。Nice 啊 ！OK，let's go。奥斯卡，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光临。哎，谢谢。我们现在是在五条港，对不对？正是，我们现在要去村长的家。哦，哇，村长在等着我们的。所以这条街啊，感觉上蛮繁忙的。这个是你们的中央街吗？哎，正是。哦 ，OK。今天因为出海捕鱼时间，所以人口有少了蛮多的啊。不然最热闹就这条街啊。整个村啊，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哈，是多长啊？总长是1.5公里。你说长，其实并没有很长啊。不过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没有尽头。是。好，我们到村长家了，村长。这位是村长吗？欢迎欢迎，谢谢。你好。我们的幸福小屋啊。村长是土生土长的五条港人，很努力的在推广我们观光发展，所以他不自己把他自己的家弄成一个 homestay 一个民宿。我们今天直接住在村长的家，前面用餐了。OK。哎呦，谢谢啊，麻烦你了啊。谢谢。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村长夫人。Hello， 夫人您好。所以这些鱼啊，什么都是这个海那边对抓回来的啦。啊，自己抓的，我们就不客气了哈。来。起身，我们要出海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我们要赶船，要准备去看那个虾米的收获。这一条就是第5条河港了，所以它叫五条港，只有这一条港。哦，这一条就是五条港。对，我们要坐的船是这一艘。早安。早安。奥斯卡没有跟着去啊？哦 ，OK 了。OK。哇。一大清早呢，就是跟着大家呢是出海啊，就去捞那个虾。这一点呢，我从来就没有做过，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们要开始啦！要开始啦！啊！刚刚收网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个网其实两端都是开口来的，只不过最后一端呢是绑住的，所以从那个开口那边一直捞到最后一个部分呢，取上来了之后，那位大哥就把后面那个结给打开，然后里头的那些海产就堆积在船的中间。哦，有 jellyfish， 水母啊，水母。哦，这个就是水母，有4只。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水母哎。其中那位大哥呢，就会马上进行所谓的第一轮的筛选啊。水母呢，他就要当场处理，把下面的那个须须呢给砍断，然后呢，只是要上面那节，把这些处理好的这个水母放在一个桶里面。哇，这个有点重。哦，这个很多虾。这个就很多虾。然后 Mel 呢 ，typical Mel， 直接拿那个虾就马上拔了之后，好像sashimi这样子生吃，就一直跟我说很好吃。你要吃吗？大哥给我吃，你 try。Very nice。来，我要做工了。来，我当然也是了，真的确非常的鲜美。哎，很鲜甜哎 ，ready made sashimi。所以大哥，你们对这些鱼是完全没有兴趣的？虾比较重要咯。虾你们是用来做虾米哦。这是我第一次出海捕鱼，当我在帮忙把那些网拉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那个网其实是蛮重的。在拉的当我觉得你真的要用很多力去把它拉上来。真的也没有什么虾嘞，没有，很多小鱼，还有又是水母。你要收网了啊？啊。今天就蛮可惜的啦，我觉得每一次捞起来的网的收获呢，都不是很多。当然现在不是那个所谓的季节，一定要在农历的8月的时候呢，就比较多虾。我就有个想法，如果他们每一个星期都这样子出海，
打捞回来的收获也只不过是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对他们的生计呢产生一定的影响？很多人说渔夫的工作不容易，今天呢，我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了。所以我跟你讲，以后哦，我们去买虾米的时候哦，对，就不要那边嫌三嫌四，说对哇，为什么今天起了1毛钱，起了2毛钱？因为要捕捉这些虾哦，是很考体力的。为什么这样因为累了。 ？OK， 好，休息了。哥，你小心啊。现在是推去处理哈。OK， OK。大姐，你现在要做些什么东西呀？现在是小虾捡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所谓的分类，对不对？啊，对对对。哇，真的是要靠眼力这样子，一尾一尾虾这样子捡啊。啊，那你们分类了之后呢，就拿这些虾去煮啊？对，煮了，然后我们再去外面晒啦。可是晒要看天气啦。在你水煮那个虾的那个里头哦，你们会加点海盐还是什么的吗？对对，要加海盐。如果没有加海盐，那个虾米会坏掉。没有盐哦，虾米又没有这样好吃了。还有五条港的虾米的特色是什么？现抓现煮，所以很新鲜。嗯，这个渔村呐啊，大致上所有的人都是都是靠虾米为生啊。都是靠虾米对对，多数啦，多数。这样的太阳 OK 啦。可以啦，晒啦，有下雨就要收起来啦，那个叫做什么？叫北啊，没有，刚才我听到你讲这个叫什么？猪八戒。你们要吃了先吗？我要 try。来，给你大只的。 So good， 哦，太好吃了，新鲜。很鲜甜啊。如果有大太阳，这样一天就可以晒好了。可以可以，3、4点，等一下，如果有太阳，3、4点就可以打虾米了。所以在晒这些虾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单单把它铺平就可以了。铺平了，然后我们就要拿这个木板，这样一层一层这样跟它弄。为什么要这样弄？这样弄它的虾比较快干嘛？弄好了，好像弄我们这样，跟它铺上来嘛。嗯，你好问不问？问这个问题，两两外。来，从上面抓下来了。啊 ，OK。OK， 五条港刘家庄老字号黑糖碰糕，而且是纯手工制作的哦。你不要问我什么是黑糖我们碰糕。开就懂了。哦，很像马来糕不是吗？是，又很像啊那个发糕。啊，花贵。哦，它黏黏的口感很像红豆沙啊。是，不过它比豆沙来的还要黏。嗯，这个要配咖啡的。其实我没有这样喝过咖啡，就是放在这种罐 No，头这个最 old school 的。哎，我看哦，要下雨了，我们要帮他们收虾米了啦。走吧。对不对？哎，收了哈，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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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还有，一点点也要收啊。哎，这些很珍贵的，很珍贵嘞，每一颗都要嘞。我看这边的也是帮忙收啦。可以了，不客气啦。 OK，大哥，我的工钱。老板娘，你在做梦？洗水母，所以这些食用水母的品种啦，大家就把它称为是海海蜇蜇，对，是需要经过处理的哈。对呀，要放盐、黄，还有那个苏打粉啊，它的作用是什么？比较快熟咯。哎，这样子的话哦，通过这样子的步骤哈，啊，经过多少天，它就会变成那个我们熟悉的海蜇的颜色。差不多1个礼拜这样啦。哎，这个大片的要小心拿哈，不然容易破哈。哇哦！哇，你很重哎，bro。哇，你看他们两个。Hello，你们好。你好，奥斯卡，你好。你们在做什么？
哇哦！我们在抓小螃蟹。第一次我看到人家钓小螃蟹。因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娱乐，基本上这种叫招潮蟹，你看它好像一个螃蟹在招潮这样子，所以它叫招潮蟹。所以你们抓到之后是拿回家养啊？没有啦，养不到。可以吃的吗？这个这种是不能吃啊，就是抓抓就是娱乐好玩啦，好玩而已。你们来试试看吧。我应该给它夹住我的绳子，还是我绕着它？你要绕它，它不会夹的，它不会夹的。有绕！哇！快！哎，掉了吗？掉了吗？掉了！掉了！你学会了它的技巧之后，就知道怎么抓它了。其实它就是卷个圈圈这样子而已。卡住了 ，Come back up, bro！ 卡住了！哦，所有的招潮蟹，我发现到它们的螯哦，有一只会比另外一只更大，是有原因的吗？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有这个螯大只的都是属于公的，也就是说，母的它们的螯两个都是很小的，然后公的就其中一只螯会比较大。对，因为它主要是在于它们会打架，展现它们的雄威。你看这两只，你看有没有在打架？你看，哦，真的有哎。啊，它们会抢地盘啊。我觉得你整个人快要掉下去了啊！2圈就可以了，可以了。呀！快！我们去抓那只。这个是3天的啦。哎呦，可怜哦！从刚才那个 size 变成这个 size， 然后1公斤卖2块，不到2块，好像是1.7还是1.8这样。很多人有可能听了你们说，1个星期出海1次，另外1个星期就休息。对。其实讲真的，背后很多的准备工序都是很繁琐、很辛苦、很忙的。不过要开心啦。对呀。其实这边也不错吗？偶尔看海的日子，对不对？听听海声呐。听听海声，然后沉淀心情。然后又来继续做。是啊。奥斯卡说，如果你能把这个弹涂鱼钓上来，他煮给你吃。OK。哎 ，bro， 有。我们等到陆江大哥都回来了。那个虾米Good job，应该已经晒干了啦。你们还在抓什么？哎，Hello， 小朋友。来，这个放掉了哈，放生了，拜拜。走，我们要看虾米了。谢谢你弟弟。会啊。哎，好来。哇，你的防晒做得很好嘞。OK， 来，刚好我要收虾米，来，你们来。哦，刚刚好。我们要进去对吗？老板娘可以在中间，我们扫到中间。先扫先呢，先扫桶那边。OK 了，可以了。哦，可以了。那我们可以拿去搅了啦。怎么样？倒进去啊？倒进去。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搅它的虾壳。哦，就是给它去壳。这样子就差不多好了啦。哦。哇！这个出来了。虾米出来啦。OK， 来下一个步骤呢？它会分类。对，这里就是刚才的那些壳，虾壳。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虾米。它有分类成大小的吗？对。哦。所以它出来有3种。就轻的东西就往外飘了，那个虾壳还有很多轻的东西，给它试。你带回新的吧？手也拿不对了。手要怎么拿？拿上来一点。OK。然后就往前这样。不要太僵硬，放松，慢慢来。这样子对。知道好像很高哦，距离地面太高了，不要他的要称赞太多，脚太长。这样很厉害了嘞。对，Good job，是很好。没错。有些奈料虾、小鱿鱼干，然后还有螃蟹的脚，跟虾米是一样的重量的。我们刚刚上面那30个步骤区分不到，所以最后一关就是靠我们手工一粒粒去区分它。所以我们选的是把不要的东西丢上来。哇，讲真的，眼力要很好哈。真是。所以你们的产量有多少呢，奥斯卡？因为五条港是一村一产业。全村在做虾米的，都是个别一户家庭在做的，所以没有真正的统计全村总产量是多少。是，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全马有超过58%的虾米都来自五条港。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夕阳行业了吧？那你对这个渔村的未来
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展。现在也很多人想追求原汁原味的风貌，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就让这个村保留原貌，就这样子。哎，春丢，哎，准备要回了吗？准备好了哈。大包小包了。哎，东西全部整理好了哈。是，忘记的东西他们就下次回来拿。欢迎哈。好，我们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住在五条港这个渔村，我很开心，因为很舒服啊，可以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我很喜欢。跟我在城市看到的不一样，他们就是很简单，不会要求很多。他让我学习了一点啊，就是或许在我们的生活里，某些东西我们可以很执着，不过适当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学习放下，一切就随缘吧。拜拜，五条港。又接到我们的餐车了 ，Hello。我亲爱的2个小朋友，我们现在就要启程呢，去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Let's go！ Yeah！ 今天早上真的是精神奕奕，我很开心了，我又可以做都市人了。我们去职场街啊 ，Good Chinatown。 ，Yes， I think 带弟弟去 Chinatown 见识。对，那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Bro， 鸭脚包。我们大哥跟我们讲，这个鸭脚包一定要吃。你 try 一下。你看外面的这个高高的这个就是它的鸭脚，外面裹着整个东西的呢，就是那个鸭肠啊，里头的呢就是它的内脏。我只喜欢吃一样东西，就是它的鸭脚。我喜欢它的心跟它的肠。我也是很喜欢那个心，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鸭脚包嘛，它就像叉烧这样嘛，那个味道就比较甜。我跟你讲，新加坡是不可能吃到的，因为新加坡不能卖鸭肠。很多好东西吃啊！哎呦，你看整排里面都是。OK， 我们是要进这里，就是这里啊。猪肉丸。哎 ，Hello， 你好。他讲我们一定要吃猪肉丸呐。为什么你的猪肉丸这边写3间庄？谁来的？那个地方叫做3间庄，比如好像有3间店啊，那我爷爷就是在那边开始的。所以这个3间庄的猪肉丸跟一般吃的猪肉丸有什么差别？别的好像圆的就不是3间庄咯。那你的是什么？就是这是扁的咯。哦。哎，我跟你讲嘞，这个地方的人都认识我的嘞。来，这一间炒粿条我有拍过的。OK。还有这一间猪肠粉，它现在有2档了。王都江，好久不见。是。今天猪肠粉来，也是好久没有来了哈。是。有几年了你说？那时候我刚生我小儿子。你小儿子现在几岁了11岁。叫11年了哦。10年了。Thank you very much。try，我们一定要 try。它的这个红酱跟我们新加坡呢是非常的，才是它的 magic， 对吧？是它的 magic， 对。请你们吃。Bro， 很香。来呀！我来喽。老板来。就是这个啦。对。这个你们是怎么做？那猪肉打碎它咯，用手一粒一粒这样出来了。这个我吃了，我真的觉得是鱼丸鱼丸呀，还是觉得鱼饼啊？是它的口感是啦，味道不一样啦。它根本没有那个鱼的味道啊！我告诉你，里头有这个烧肠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对啊，我也是自己做的。对啊，它是黑色，因为我们放那个黑酱油了。吃起来有那种台湾香肠的那个味道在那边，可是不像台湾香肠的那么甜，因为有一点猪油在里面，对吗？它掺猪油，掺肥猪油，肥猪油啊，它吃了它的口感不会很干。对。我跟你们说啦，先买这个罗汉果，50块。哎，bro，可以去那边坐，去那边坐。可以坐。
好 OK， 大哥，这个福建面哈，给我中的辣，然后给我酸干哈。 Yes，谢谢老板，Thank you。我跟你讲，为什么要买这个罗汉果的水哈？我第一次来到吉隆坡哈，是在我 Primary 6的时候，跟我爸爸一起来的嘛。他这里的朋友啊，他们都会带我爸爸和我们啊，就是来到这里吃这个福建面，然后每次来哈都是要搭配这个罗汉果的水的。 谢谢。谢谢老板。你看啊，它的料哈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有虾啦，它就是炒的非常的黑。这种面呢，就叫做大陆面，它的表面就比较宽，所以更多的那个酱汁呢可以沾在上面，所以你每一口哈咀嚼的时候都有那个酱汁的那个味道。知道什么？猪油渣。你看他的脸，你就懂猪油渣了。用火炭来炒哈，真的是很考这个技术。炒这个面的时候呢，就要考啊这个多年的那个经验。And then 用炭煮可以 go up to about 400 degrees， 就是煤气达不到的温度，食物可以保温久一点。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吃，吃完了之后呢，我要带你们去哦，鬼仔乡。我不想去了。可以看到鬼了。 Bro，为什么这边叫鬼仔巷？是有2个说法的啦。第一个说法是这样子的，人家说哦，在这里呢会看到4种鬼，赌鬼、烟鬼是鬼啊，酒鬼。还有呢，要我讲啊？你也懂的吗？不懂。色鬼。OK， 第2个说法就是啊，以前这里要住上很多户人家嘛，然后有那些小朋友啊，那小朋友就很坏蛋啊，整天在外面然后跑来跑去哦，叫到大叫的，是好像鬼这样啦，是吗？对，所以他们就讲哎，这些鬼仔啊。如果我们往前面走，你会看到一个壁画，那个壁画呢就反映了1960年代啊那个鬼仔巷的一些生活风貌。过来，拍完了没有？过来，你看里头这个 Tree Bites Challenge， 现在很流行这种挑战的。没有，不是咬哦，就是有可能你就是要那个包哦，3口内把它吃完，或者是1分钟的啊。如果有可能你能3口吃完了就 free 的。你还安迪来讲这种东西，干嘛讲那么多？我们进来，干嘛要拉我进来？你看。 Hello, hi, welcome. So have you guys been here before? No. Right. So actually our shop is a traditional modernized Chinese bar, which is a bun with fillings inside, but we modernize it. I'm more interested in this 3 bites challenge. In this 3 bites challenge. 如果 complete challenge and the bun is free 啦。Yep. All right, let's get it. Let's do this. Let's go. 可以吗？你觉得你可以吗？如果给你试这个挑战，我觉得我们合作啦，一定我们 try beat 那 Are 个 you guys ready challenge for 吗 the 3 bites challenge? 哇，这个很大个哎，我觉得我3口可以解决它了。 Maybe we shall get started. Oh yeah, sure. 3, 2, 1, go. 哇，不可以好难哦。没有，我跟你讲，你压扁它，吞下去，然后帮你倒水，你放下去，跟它压扁去，压到扁扁啊，按 press， OK， 然后整个塞全部进去，OK， 差不多了，不要吐。OK， 可以了。 Ready to bite? Bro。推。哦，没有，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的肚子这样大，孔风是可以塞进去的。我还可以跟你聊天呢。哇，很好。 So have the time. Take your 不要喷 time. 在我的脸上嘞。有3分钟。你用手跟它粘，全部在一起。哇， One is done. 不急，还在掉。OK， 来。 2 is done. Awesome！ Yeah！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哦很有名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啦，它是从1893年在池厂街那边哈开始卖的。讲得对。啊？哪里？1893年。哎呦，早就要看那个喽。Hello， 你们好。你们的这个蛋挞是非常出名的啊。那你这个蛋挞的特色是什么？特色是有猪油吧，我照回以前80年代那时候的配方的。啊，
剩下这样而已啊。等下一轮了，大概还有10分钟。10分钟啊？对对对，你稍等，我还有东西想拜托你。看到这照片吗？10多年前我找你合照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在巴萨，我讲以后啊，我要把我整个墙壁啊都放满名人的照片。哎，我想问一下哈，你这边的这个所谓的装潢啊，感觉上呢你是修旧如旧啦。你这里啊保留了什么东西啊？这个了。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以前那种中秋节的广告牌了。哎，是嘞，那边有写中秋饼啊。对呀，然后保险箱算吗？算。你要不要开给我看？我没有锁啊，但是没有东西拍到里面。哇，蛋挞出炉了！所以除了原味之外，你还有这个竹炭芝麻，还有另外一个绿茶皮的。绿茶的啊。谢谢老板，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我要吃那个原味的，真的有猪油的味道。那个香气，你咬到第一口，马上那个猪油味就来了。有可能因为我的是 original 的啦，我的就比较难吃到那个猪油味，因为有很多芝麻。我觉得它的那个酥皮真的是很香脆哦，它是很 flaky 啊，可是它不会过于的酥，你知道吗？现在呢，我要吃 ice cream。刚才我看那个女人，她的手上拿着一个轻轻的 ice cream 的。刚才我在外面，然后看到一个女人哦，她吃一个绿色的那个雪糕，是什么口味吗？是我们的招牌，就是板丹 coconut。刚刚我们去隔壁啊，我就发觉到他们在装修是那种修旧如旧。对，你们这边感觉上也一样哦。基本上我没有动太多，然后就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把它原本的那个墙面那边敲掉之后，就发现这个砖的颜色非常的好看，而且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有3个拱的形状。对，我就觉得说它非常好看，所以之后我就想说，哎，我不要处理它，我要让它展示出来，它就是很老的砖。然后那边还有那个电表，因为这个房子大概有100多年了。我要那个 ice cream， 没问题。我要那个 ice cream， 也是这个没问题。你们 try 它的 menu， 你看 so interesting。所以老板娘，你们的咖啡有加入pandan的吗？你们主打是pandan对吗？没错，本来我们没有的，但是因为你，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隐藏版的叫 pandan latte。你们就不适合。OK good， 我就喝那个咖啡吧。好，可以，没问题。来，你们的板丹冰淇淋，还有一只稍等哦。OK， 这是你的板丹 latte。Thank you。慢用。它的板丹哦，很像那种你吃板丹 cake 里头那个板丹的味道，那个香气。可是这个就是冷的，在冰淇淋里头吃的时候很舒服，很爽。不过呢，我觉得来的潘丹更加浓郁的那个味道啊，就是它的那个椰子的味道。这个 cream 是 pandan infused 的，在下面应该是它的 espresso shot。斑斓味道就淡淡 ，and then 配那个有点苦苦的咖啡，它配的味道 is very good。So boys， 我们吃了傣肉面，我们吃了猪丸粉，你们觉得美食交流会应该要煮什么？那个肉丸的，大概食材就跟我们的那个巴糙米一样，煮巴糙米了。好，那就决定啦，我们就煮巴糙米干的 ，OK， 干的 version 啊，OK 可以。好啦，你们快点把它喝完，快点把它吃完。我带你们去玩一些刺激的活动。Yes， 我们。Oh my goodness！ 你叫我们赛车来赛车啊 ？Yes， 我们。你没有玩过吗？有啦。因为我没有玩过。好，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啦。这里就是全马首个室内电动卡丁车，它跟传统的这个汽油卡丁车比起呢，它会跑得比较快。来到这里呢，一定会赛车，对吗？不如我们来一个比赛啦。所以明天早上，2位主持人需要准备这个餐车嘛，另外1位呢需要跟我们的来宾去吃早餐，然后打包一些早餐回来给另外2位啦。所以赢家呢能决定另外2位主持人的命运。OK， 我们开始啦，3、2、1 ，Go！ 因为我的这么慢，没有很久，like 10秒、15秒，我就看弟弟，哈哈哈哈哈这样，我就like what is going on？ 我在赛车哎 ，guys。我觉得弟弟玩这些活动啊，很有天分哎，他一玩啊，他就很快上手。
关这么快 This is fun. OK， done。所以我们现在上去看谁获胜。OK。 I knew it. I ranked third 啊。所以 You get to choose. 我被送呢，第一个被淘汰的就跟嘉宾一起去吃早餐。不要啦，你自己选啦。我被送。哦，被送。来，我都懂了。你们不可以 surprise 我的。没有 surprise， 不要夹。你想啦，你可以去吃一个好的早餐，你带回来的早餐呢，会真的是为我们而着想的哦。所以这样不是很 scary？ 你们准备报出名啊？有什么好 scary 的？等你回来了之后哦，你什么东西你都要 check 过的吗？走了，去休息了。对哦，明天这样休息一大早起来。明天我一直整天 worry 嘞。你写你的 notes 给我们哦。来 ，Number 1 please wear glove。Number 2。OK，ingredients list 搞定了。OK， 我去找 Brian， 有这个 list 他就搞定。Brian，Good morning， 这里我有写下那些 list 了。你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你做这个 spreadsheet 给我。呀，猪肉啊，什么部分啊，怎样处理它都有了。OK， 你笑什么？认真一点 ，Bro， 你知道我今天哦，只有一个贵宾嘛，只有一个贵宾。对，是不然这样啦，我煮快熟面了。你不要这么坏啦，也是要做得好好的 ，OK，please。是，分量就不用这么多了。OK 了，反正啊，比较 complete 一点。OK 了，好，明白。可以哈？因为你赶快去了啊，不要给人家等了。OK。Run， 你的火浪号。Hey, good morning. Hi, Chef Melvin， 肚子饿吗？很饿。很饿，我们先叫水。你有什么好介绍？最出名的是海南茶，它这面包也是很出名的，你要不要 try？ Let's try。在吉隆坡这一间海南茶是很出名的，它咖啡味很浓，奶味也很浓。Yeah， 我第一口下去我就觉得like 我在喝奶嘛。奶。But then after that 那个咖啡香就慢慢的。Oh, it's very nice。面包里面有牛油和排牙的。我怎么吃是我会拿这个一点点，然后沾一点点鸡蛋再吃。它的排牙不一样，很香的那个椰子味，很斑斓味。Thank you， 这个好吃。那这个就算一个很 traditional 的 breakfast 啊。你在这里慢慢吃，我去打包一个更好吃的给你。连这里呢？你吃。Oh my god，let's go。安迪啊，火票一条。有辣椒吗？有辣椒。谢谢。这个高一去到哪里？哒哒哒哒。这个就是不一样 ，right？ 是。新加坡也有啊。可是跟你们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试看。哦，它里面加了那个脆脆的 batter 是吗？所以这个也是很childhood food的感觉哈。我从小开始吃，我记得以前放学过后，我妈妈早上打包这个 on the way 回家，在车上她就给我吃。哦，that's so sweet。啊，是我的童年来的。你为什么这么熟悉这里的地方？因为我以前的家在这边附近，然后我的学校在那边。然后以前我学校的同学的家长是有一些这些餐的父母啊，还是 uncle auntie 这样，所以感觉上是回家的感觉。他们，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的美食交流会的地点非常的不一样？真的，因为我们来到了城市，对吗？对。看到这些cargo的箱子五颜六色，很漂是，亮。再加上还有后面的那些高楼，完全体现了现代大都会的这个风貌OK， 我们可以 set up 了。来，OK， 我们来看看食材有哪一些哈。哇哦，大致上就是这样子，拿出 handphone。然后看那个 Mel 给我们的 instruction， 哇，今天他是神经病啊，6点多，他6点多还敲我的门，你知道吗？你看啊，这个猪肝呢，大致上呢，我们要切成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厚度。OK。原因很简单，太薄的话呢，你就很难控制它的熟度。你切厚，你可以把它煮得久一点点。如果你切得太薄哈，如果水太热，你一放下去，你一不留神一拿下来它已经很老了。
Hermes 啊，你说那个 Mel 哈，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嘉宾哈，相处的如何哈？我觉得他应该是蛮享受的。我也是这样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去吃早餐。 OK， 黄酒鸡包，黄酒鸡不是一道菜 ？Yes， 它就放在包里面。我们 try 试试看，我没有吃过。Yes， 嗨，老板，黄酒鸡包啊，一份是4粒对吗？对。连那个流沙包。谢谢。 Thank you。 Nasi lemak。哦 ，cool。OK， 我们加一个西ham，还有羊肉、猪皮。Well done。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这种的 nasi lemak？ 很多人以为哦 ，nasi lemak 是马来人的食物，可是我们华人也有我们华人的口味，所以这边因为是华人地区，所以这个华人式的 nasi lemak 特别出名。哎，这猪皮不会很辣，把咖喱味很强，很浓，三八不会太辣。臭豆你介意吗？不介意啊，很 OK 啊，也是啊。哇，好吃。哦，你不要给我这个眼光哦，可以 no please。我其实真的很不想吃那个bak tai，把它突然间一烫起来，哎呀 ，you know 啦，那你可能 reject 一个美女对吗？所以他给我就 try 咯。OK， 我 try。 很夸张啦你去拍戏好啦。哦，它抽到眼睛嘞，没有，我可以 feel 我眼睛也有那个。没有这样子。 Oh my god! How you eat that? My god! 啊 ！It's okay. It's okay. 真的好吃。好吃吗？哇！那。 不容易做它流沙的那个口感。OK， 我们吃完了这个就要买一些东西给我 brother 啊，他们2个很辛苦哦。他们在餐车准备一道菜，想请你吃。我其实很担心我的餐车，不懂他们会不会烧掉那个餐车。哦，可以。有吓到我哎！哦，开盖。没事的，不用怕，今天就由你来炒哦。啊？来，我会看着你的，放心。来，不用怕，你不要抛到我的头上哈。这个香菇很香，这个香菇很香，真的很香。哇哦！我打开了就想要直接喝了，对不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嘞。真的，我觉得就是刚刚你拉完那打开的时候个味道，那么香，谁不会想要？哦，来了，Hello， 回来啦 ，Hello， 怎么样啊？跟我们的 Melvin 哈，去吃早餐，然后去逛花市，没有逛花市哈，一起逛巴莎。什么 ？Why？ Stop！ 你的脸这么僵 ？Stop！ 我懂你们2个。哎，我跟你讲嘞。哎呦，你放 blush 为什么脸这样红？我还好心买东西给你们吃，你懂吗？转话题。人家女孩子都不害羞，你害羞什么？为什么这样？这个汤是我煮的。Why so 油？不会油。要真的有一层这样厚厚的。你都没有切掉那个油。 OK， 我懂为什么那个汤的味道怪怪的，因为你还要加鱼圆跟肉圆。是，等一下要煮的嘛，对不对？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哈，该做东西我们2个都做了哈，我们就把这小小的餐车留给你们2个啊，你们有你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世界，那就这样子了哈，谢谢，再联络 ，Let's go。你的世界这么 boring， 一个桌子而已，你不会在这个世界更好？今天呢，无论是什么，他们2个都已经吃 dessert 了。 他们都已经甜在心里，甜到不行啊 ！Oh my god！ 所以我们就直接坐下来了。你们讲话这边听到的哦，真的啊，很大声啊！给你听到了。高毅啊，其实你很喜欢吃，喜欢。我以前一路来都很想当美食主持人，可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现在给你机会了，现在你上去就在旁边那边做那个旁述。3、2、1 ，Action！ 来。好，现在我们的 Chef Melvin 在煮。 bak chor mee， 然后呢，这里呢，我面前有一碗汤，它里面有很多粒，
很多粒肉圆跟鱼圆在咕噜咕噜这样子，咕噜咕噜这样子。这里有很多肉，这里有肉碎跟肉片跟 kidney 是吧？ That's not a kidney. 不，我觉得弟弟现在很进步了。我跟你说，他他今天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Nice。我们的这碗肉搓面如果是以生意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卖贵我们肯定是亏钱的。OK boys， 可以了，走吧。OK，Let's go。我带了一些海南粽子给我们的海南朋友。哦呀，这个形状，我跟你讲海南粽子它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形状就跟我们习惯的三角形的比较不一样。我们是比较绑这样子一个四方的。先吃这个肉搓面，我建议你先把一些汤汁放在里头。大家吃饭。哦，对对对。我刚才跟你说，我想要做美食主播嘛，对不对？以前是。然后我有研究他们怎么吃东西，一定要很大口。哦，真的。他们讲大口吃，然后2下子就吞，这样子才好看。真的吗？我看一下。Are you seriously？ 我在等你。哇，很酸啊。有可能他没有搅拌的，你没有搅拌的均匀，有可能那个部分就是太多那个醋。幸亏我是吃过巴炒米的，如果我第一次吃这个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吃肉搓面。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到肉搓面？我在新加坡拍戏的时候地罗道是不是？所以大致上你在新加坡吃这个肉搓面的时候你喜欢它的哪一点呢？我其实喜欢它的酸，我反而喜欢不是那么酸可是我喜欢它的酸，因为它把那个油淡化掉，就你吃了没有那么腻。然后咸咸酸酸有嚼劲，很好吃。其实也有福建式的这个肉搓面，而且它是汤的，那个整个 flavor profile 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下次去新加坡的时候，你会带我去吃？可以吗？可以。好。Actually， 我很期待吃这个，我没有吃过。我们来吃这个。它的形状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但它旁边有的形状。你看，有鱿鱼真的呢。每个地方的海南粽都有一些特点。我家里吃的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肉在里头，当然也会有这个绿豆沙、咸蛋黄，对，还有这个虾米啦，还有那个鱿鱼。当然，我们来到城市的时候就发觉到，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纪啦，我们可以享受到很多高科技的便利，或者是偶尔可以去那种高级餐馆吃那些怪怪的又有创意的那些食物。不过填饱肚子呢，我们往往都会吃我们熟悉的 comfort food。是，对不对 ？Soul food。对。其实你问任何一个人，他都好，就你也好，我也好，你问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最喜欢吃的还是小饭中心，吃很简单的早餐，然后我就今天我准备工作了 ，I can start the day。都是那些 comfort food。对。暖心暖胃的食物对吗？这样讲可以吗？你忽然间讲我很肉麻，鸡皮疙瘩，突然间暖心了，我真的鸡皮疙瘩，来。我们要去 glamping， 真的是很有趣。不给定义这一带比较出名的有哪些肯定就是文东江。现在去吃广西三宝，长得香。好吃，我带你们去看马来西亚唯一一所大象保育中心。那我们是想要办一个美食义卖会。你们要 hurry 我们没有时间了。茄子跟豆腐腐 Hams。